Hello，这里是踏实虚 think， 这是一个提供非标准答案的空间。如果你也常常被说叛逆、想太多或者不合群，那欢迎你来这里看看。我们从女性的角度聊问题，也试着找出自己的答案。在这里，你可以不合群，可以被误解，也可以勇敢表达。今天这期视频想讨论的话题是：性别差异究竟是由生理因素决定的，还是社会塑造？在讨论男女差异时，我们往往会先想到生理特征和激素水平的差异，但更深层次问题是，我们观察到的行为和思维模式的差异，到底有多少源于先天因素，又有多少是后天社会环境塑造的结果？首先，我们必须承认，男女在生理上确实存在一些客观差异，比如最显而易见的基因层面，男性拥有 XY 染色体，女性拥有 XX 染色体。其次是激素水平，男性体内睾酮水平较高，女性雌激素和孕激素水平较高。最后是身体结构，男女的生殖系统、平均身高、体重、肌肉分布等方面均存在差异。然而，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认识到个体之间的差异往往远大于群体之间的平均差异。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无论性别如何，他们都有各自的特质、才能和潜力。那么性别差异是由社会塑造的吗？为了探究这个问题，本次讨论将从出生、教育、职场、社会观念等方面展开，试图揭示隐藏在这些差异背后的社会建构机制和文化期待。我们所认为的男女有别，往往不是源于生理上的本质差异，而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制度安排和集体意识中不断被强化、重复的结果。首先，我们来看中国大陆的出生婴儿性别比例。自然状态下，每100个女婴对应105至107个男婴，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然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1999年11月1日至2000年10月31日，全国出生性别比达到119.92%，部分地区超过130。为了理解130以上的性别比意味着什么，我们以江西为例，正常女婴死亡率约为30%，但2000年统计数据显示，江西女婴死亡率约为78%，女婴死亡人数约为1.8万，男婴约为8700人。重男轻女的观念让他们的命运被悄无声息地改变，这些生命在出生前就失去了平等的机会。性别不平等在二胎、三胎家庭中尤为明显。2000年，第一胎性别比107.12，接近自然水平，但第二胎升至151.92，第三胎达160.29，江苏、安徽等地甚至超过了200。这意味着每100个女婴可能对应150至200个男婴，许多北京出生的女孩被社会偏见隐形了。2000年，中国人口与质发展报告显示，二胎、三胎性别比的异常升高与性别选择性堕胎直接相关，尤其在农村地区，文化习俗和经济压力加剧了这一现象。这种选择根植于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视男婴为家土族，延续了希望，而女婴则被视为外人或负担。有位网友分享他的经历，其实这种敏感话题我知道很多人都不喜欢听，但是重男轻女真的是很多地方都存在的，重男轻女害了我一辈子，我这辈子也无法释怀。那个在家沉默干活妥协的张姐，从反抗、质问、期待到现在的麻木，我改变不了别人的想法。你能从一个母亲的嘴里听到她对我说，她厌恶我，她不想生下我，但独生子女政策救了我。我是一个不被期望生出来的孩子，他们逼我去嫁人，他们宁愿去期盼一个别人家的男孩，也不愿爱我。他们把我的丈夫当作他们理想中的儿子。我是什么呢？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不知道。我还记得我室友，他是江苏苏北的，他想离开他的家去外地工作，他家里人骂他，逼他回家嫁人，还要他每个月交钱给弟弟。我永远记得那是大4的夜晚，他在昏暗的床上低声啜泣。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帮他，我们帮不了他。我一个江西的朋友，他妈妈是文盲，他爸爸家暴把他妈妈一只眼睛打残了。我朋友当时说起，直接眼泪流了下来。我发现我们哭的都很小声，说着话就突然流眼泪，然后说完眼泪就瞬间止住了，就像我稀里糊涂的前半生，好像很干巴的苦涩，沉默的想流泪，但又觉得哭没有什么用。世界上除了自己，没人心疼你。男生是不是更聪明？因为每年高考前100名大部分都是男生，真的是这样吗？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数据。事实上，研究证明，越是实现性别平权的地区，男女之间的学业表现差异越小。不仅如此，在一些经济发达、教育资源丰富的地区，女生的表现甚至更为突出。
2022年全国高考本科录取率中，女生占比 51.5%。据解放日报2023年报道，上海高考前3名全部被女生包揽，前10名中女生占据6个席位，在前100名中，女生的比例高达 58%。这种趋势在北京、浙江等地区同样明显。然而，在农村，女生辍学率仍高于男生，这些数据是否在无声地反驳男孩更有价值的落后偏见？当我们愿意为每个孩子提供平等的机会、希望和尊重时，性别真的会限制他们的成就吗？想象一下，在那些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的地区，有多少本可以成为高考状元、科学家或者领导者的女孩，因为她们的性别而失去了来到这个世纪的机会？那些未能出生的女孩中，本可以有多少人为我们的社会给予他们的贡献？这不禁让我们思考，当人们执着于传统的传宗接代观念时，我们是否也同时扼杀了社会的潜力和未来？促进性别平等不仅仅是教育问题，也是释放整个社会潜力的必要条件。当女性获得平等的尊重和机会时，她们能够在各个领域展现出卓越的能力和贡献。传统观念认为男性的理科思维优于女性，但遗憾的是，科学研究给出了与之不同的答案。首先，大脑结构研究未发现能够支持这一观点的决定性证据。2010年发表在《心理学公报》上的一项元分析研究，综合了242项研究等数据，发现在整体数学表现上，男女差异几乎不存在。该研究还发现，性别平等程度越高的国家，数学能力的性别差异率就越小。芬兰、挪威的数据与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结果一致。男女学生的数学成绩不仅差距微小，有时甚至呈现女生略优于男生的趋势。这些研究结果更加有力地证明了所谓天然差异，很大程度上其实是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高等教育中存在着某种性别转变。教育部2023年统计，中国大学本科生中女性占比已达 53.7%， 硕士研究生中女性占比 51.2%。但博士阶段女性比例则下降至 39.8%， 高级职称女性比例更低。女性博士比例下降可能与家庭责任和学术偏见相关。随着学术阶梯的攀升，女性面临的障碍越来越多，尤其在理工科领域，女性教授的比例往往不足 20%， 这不仅导致女性学生缺乏榜样，也造成了学术研究中性别视角的缺失。进入职场后，情况急转直下。中国企业女性领导力报告显示，2022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高管团队中，女性占比在 10% 至 15% 之间波动，具体取决于行业和企业规模。金融、消费品行业女性高管比例稍高，但总体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即使在女性员工占多数的行业，如教育、护理等，管理层仍以男性为主。国际劳工组织调查显示，2022年同级别职位女性薪资为男性的 85% 至 90%。根据智联招聘2023年调查显示，总体差距为 78% 至 85%。2022年，某国有企业银行招聘公告明确标注，多个岗位仅限男性。2023年，某卫生巾企业招聘市场部经理时，要求本科以上学历，男性，30至40岁。多家知名企业在内部晋升文件中被曝光存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男性的潜规则。一项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人员于2019年进行的实验发现，在相同资质条件下，男性求职者收到的面试邀请比女性多约 25% 至 35%。这种性别歧视在实际招聘中表现得更为明显。2021年，阿里巴巴因性骚扰事件引发关注后，其内部对女性员工的不公平对待也被曝光。华为曾因一份内部文件中提到的对已婚未育女性的评价标准引发争议。2019年，京东在招聘中明确表示某些岗位男性优先，后被媒体曝光。更讽刺的是，即使在保洁员这样的传统女性工作中，女性员工也常常得不到基本的尊重。许多写字楼里，保安拥有自己的办公室，而数量更多的保洁阿姨却连一个换衣服的专用空间都没有。从女孩出生的那一刻起，社会的规训便悄然开始。小小年纪就被告知做有做相，同龄男孩却可以自由奔跑。青春期被反复提醒，女孩子要矜持，举止轻浮会被贴上负面标签。校园里，活跃发言的男生被称为有想法，而同样表现的女生则可能被视为不懂分寸。这种无处不在的规训，最终内化为女性的自我审查和限制，成为阻碍发展的无形牢笼。职场中，同样的行为却适用双重标准。男性果断决策被视为魄力，女性则被贴上强势标签。男性升职加薪理所应当，女性则要面对你不需要养家的偏见。这种双重标准在生育政策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女性休产假被视为理所应当，而男性休育儿假却被视为不务正业。让男性也享有实质性育儿假，才是实现真正平等的关键。北欧国家如瑞典规定父亲必须休育儿假，这个政策改善了职场性别平等。而在中国，虽然法律规定男性可以享受7至30天不等的陪产假，但实际申请率极低，这恰恰反映了根深蒂固的性别角色期望。没有人天生就擅长或者喜欢做家务。联合国妇女署报告显示，即使是双职工家庭，中国女性承担的家务时间仍是男性的 2.5 倍，女性日均4小时，男性 1.6 小时。2022年北大社会调查显示，城市女性家务时间为农村女性的 1.5 倍。这种看不见的工作不仅没有薪酬，还被视为理所当然，成为女性职业发展的无形枷锁。所谓女性天生擅长照顾家庭，只是社会构建的神话，其目的是为不平等的家务分配提供合理化的解释。家庭并非女性的天然主场，而是需要所有家庭成员共同参与建设的空间。性别观念不仅存在于行为中，也隐藏在语言里。语言学家发现，从最微小的声音单元到最广泛的回话类别，语言几乎每个角落都与性别有关。在东亚文化中，婚姻表述就体现了深刻的性别观念：女性嫁人，男性娶妻。从语义学和文化角度分析，嫁字在汉语中原意有送出的含义，如嫁妆是女方带到男方家的物品，娶字则有娶来的意思，暗示男方将女性迎娶到自己家中。这种语言结构反映了传统父系社会的婚姻观念，女性被视为从原生家庭出嫁到夫家。传统宗族思想中，姓氏代表血缘和家族的归属感，女性嫁人后不仅户籍变更，生育的子女也普遍随父姓，这更加强化了女性是外人的观念。虽然现代社会已经允许子女随母姓，但在实践中仍然远不普遍。民政局调查显示，随母姓比例升至 5%。 这种姓氏传承机制是家族血缘认同和财产继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潜移默化地划定了谁属于哪个家庭，谁是核心，谁是附属。我们也会在之后的视频中继续探讨语言与文化性别之间的关系。因此，根据上述论述，大众所认知的性别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构建的产物，而非不可改变的天然现实。当我们重新审视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性别分工和期待时，会发现其背后往往是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和历史惯性。改变始于觉醒和拒绝，拒绝接受这就是男女天性的简单解释，拒绝传递有害的性别刻板印象给下一代，拒绝在无形的性别规则中限制自己和他人的潜能。真正的平等不是抹杀差异，而是确保差异不成为不平等的借口。每个人无论性别都应该有权自由发展，追求自己的梦想，而不是被预设的性别角色所束缚。或许未来某一天，我们终将实现这样的社会，人们被评价的标准是他们的能力和品格，而非他们的性别。那时人们可以自豪地说，我是我自己，不是我的性别所定义的角色。以上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不同的理解，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一起讨论。如果你认同我分享的内容，请帮我点赞、转发、评论和订阅我的频道。有任何想说的或者合作咨询，也欢迎联系我的邮箱